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过年家族聚餐，我的所有亲戚都在嘲笑我家穷。堂姐挽着我那变心的前男友挑剔道：“我家宝宝可是上市公司的经理呢，你家这么穷，应该没有男人会看上你吧？”我笑着打了人事部的电话，淡淡道：“现在不是了，他失业了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大年30，按照惯例祭拜完神明和祖先后，大伯说他在市里最高级的餐厅订了包间，邀请家族所有亲戚过去聚餐。轮到我爸时，大伯趾高气昂：“沈文啊，这家餐厅可是我预约了1个月才预约到的。你没见过这么豪华的餐厅吧？正好今天带你们一家见见世面。”我奶奶生了4个孩子，我爸排第4，上头有2个哥哥和1个姐姐。大伯开超市赚了不少钱，一直以有钱人自居，所以看不上因为脚受伤被迫下岗的我爸。我爸受伤那几年，家里一直靠我妈撑着。我爸因为瘸了1条腿，一直被人看不起，变得深居简出，不太自信。即便这几年我开导了他不少，可面对大伯他依旧有些沉默。我知道他想拒绝，因为每年我家都是这些亲戚嘲笑的对象，而他们无非就是笑我爸靠我妈一个女人养，又或者调侃我妈生不出儿子。对他们来说，家族聚餐，我家就是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笑点。今年也一样，我笑了笑，替我爸答应了下来。想看我家笑话，那你们可就要失望了。晚上6点，我带着我爸、我妈准时出现在包间，大伯他们基本都到了。看到我们一家出现，大伯坐在原位，装模作样拍了下脑袋：“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居然把你们给忘了。小智，你去叫服务员多加3张椅子，可以容纳20多人的包间，椅子却不足20张。”不用想，肯定是我的好大伯叫人搬出去了。服务员很快拿来椅子，我从容地拉着我爸妈坐下。二伯翘着2郎腿：“沈文，你们怎么来得这么迟？不会是坐公交车来的吧？约好时间6点，我们并没有迟到。四叔，公交车门槛高，你可小心点，别摔喽。”说话的是二伯的儿子沈通。作为一个小辈，这么说自己的长辈，却没有一个人制止，甚至他一说完，所有人哄堂大笑。我爸紧抿着唇，我妈站起来要说话，被我拦住了。当然是开车来的，我在市区买的房子离这里有段距离，我爸腿脚不方便，当然不可能让他走过来。听我这么说，沈通大笑：“门口停的剁椒鱼头，不会就是你的吧？昭昭姐，不是我说你，四叔腿不好，你好歹贷款买辆宽敞点的车啊！你这剁椒鱼头，让四叔的脚往哪放？”我爸的脚定了钢板，伸不直。他这么一说，所有亲戚都笑了起来，没有一个人来教育沈通。沈通今年初3，正是叛逆的年纪。见所有人都认同他说的话，他更加得意。可他似乎忘记了，以前他爸失业在家，天天酗酒，是我爸把他背在肩膀上，整天在村里溜达。也是我爸在二伯喝完酒要打他的时候，紧紧把他护在身后。我爸眼里有些失望。二伯母生沈通的时候难产去世，我爸可怜他从小没了妈，是真心把沈通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这时，沈志从外面进来，脸上有着激动：“爸，我刚刚看到外面停了一辆豪车耶！”沈通没有见过豪车，当即把头伸出窗户去看。我去，还真是！我要是能有这么一辆车，这辈子也值了。我笑了笑，那辆车我花了600多万，主要是考虑到宽敞，我爸能坐得舒服些。沈通看到我笑，一脸不屑：“你笑什么？
你不会想说那辆豪车是你的吧？沈志听到，噗一声笑了出来。他一个刚毕业几年的穷大学生，电动车都不一定买得起。他转过头问大伯：“爸，姐怎么还没来？你说这辆车不会就是姐夫的吧？”大伯趾高气昂：“你姐夫上市公司的经理，一年10几万，买辆车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”他这话一出，仿佛默认了门口那辆豪车就是他家的，在场的亲戚都去恭维他，大伯更加得意。这时，他的女儿沈田也到了，一起到的还有她的男朋友。看到她身边的男人，我挑了下眉，真是冤家路窄。她男朋友不就是我那变心的前男友吗？爸爸，老远就听到你们在说笑了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沈田亲昵地挽着大伯的胳膊，大伯看向我们一家，跟你四叔他们讨论豪车呢。小童，门口那辆豪车是你的吧？大伯问李志同，也就是沈田的男朋友。李志同笑笑，也没有，一辆代步的车而已。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谦虚，也同时默认那辆车就是李志同的。哎呦，小童怎么这么谦虚？要我说，还是甜甜会交男朋友。瞧瞧，上市公司经理多气派。我听说那家公司市值可是好几10亿呢。小童前途无量啊！所有亲戚都在夸李志同。沈田笑着拉着他坐下，然后好像这才发现我一样，惊喜道：“哎呦，昭昭妹妹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坐在角落，我都差点没发现你。”李志同的视线跟着一起看过来，我朝他轻蔑一笑，他吃了一惊。看来他还不知道我就是沈田的妹妹啊。不过很快他就换上了看不起人的语气：“原来是你啊，沈昭昭，你不会为了追我特地跑过来的吧？”李志同是我大学时交的男朋友，大2那年是他追的我。当时我并不想谈恋爱，是他一直穷追不舍。当时的他年轻帅气，成绩也好，我觉得可以试试，就答应了。交往第1天，他就想和我发生关系，我拒绝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对我不冷不热。我一心扑在学习上，没有发觉到这些。直到后来，他知道我家情况后，直接跑了。这些还是我从我朋友那里听到的，不然不知道要被他瞒到什么时候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和他断了联系。没想到今天家族聚餐居然遇上了。沈田两手环胸，语气轻蔑：“沈昭昭，原来我家宝宝说的死缠烂打的前女友就是你啊？”“什么死缠烂打？”亲戚们很好奇。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对志同穷追不舍，志同看他可怜，就答应了和他在一起。谁知道在一起第1天，沈昭昭就想拉着志同去开房。他这话一说出来，所有人都看笑话一样的看向我。大伯更是一副教育的语气：“沈文呐，看你平时斯斯文文的，怎么教出来的女儿这么伤风败俗啊？”大伯母更是阴阳怪气：“哎呦，我就说房间里怎么一股子骚味呢？”说着还用手在鼻子旁边扇了扇风。沈田说得起劲。不仅如此，见睡不到我家宝宝，他还劈腿呢。沈昭昭，我家宝宝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他并不喜欢你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我说沈文，你家闺女今年也老大不小了，还没找男朋友啊？就这样的，谁敢帮她介绍？别到时候人男方怨我们家族教出来的就是这种货色。不过也是，就你家这个条件，应该也没有哪个人愿意娶你女儿，哪像我家闺女。大伯看向李志同，一脸满意。听到所有亲戚都这么说我妈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：“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？”我知道她生气了。平时大伯嘲笑她和爸爸她能忍，但是只要说到我妈就跟点了炮仗似的，这哪里有你说话的份？奶奶终于开了口：“
奶奶重男轻女，又因为这些年我爸给她的钱比大伯他们少，就更看不上只生了一个女儿的我妈。我好几次听到她骂我是赔钱货，可是姑姑也是生了2个女儿，她却一口一个宝贝孙女。记得我爸刚出事那年，家里一下没了顶梁柱，经济变得很拮据。过年了，我们都在奶奶家过年。我看着堂姐他们在吃桌上的糖果，嘴馋拿了一个，奶奶看见了，直接冲过来拍我的手，当着所有亲戚的面破口大骂：吃吃吃，你个赔钱货就知道吃，这糖是留着客人吃的。我仿佛在所有人面前被奶奶扒光了衣服。等在厨房忙碌的妈妈出来时，我已经哭成了泪人。奶奶还在不停地骂，连带着一起骂我妈。我不明白，明明堂姐他们都可以吃，为什么我就不可以？从那以后，我都不愿意去奶奶家。面对我奶奶，我妈是怨的，但是传统的孝道让她对奶奶说不出什么重口的话。可我不同，我的孝只对我爸妈，面对其他人，我没有道德。奶奶年纪大了，就在家休息，知道你能生，幸好我爷爷不在了，不然您不得给我生个5叔6叔7叔啊！我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因为没有人能想到，向来逆来顺受的我们家，今天居然敢公开叫板了。我奶奶气得手都哆嗦，指着我只一个劲地说你。我大伯一拍桌子：沈文，你就是这么教你女儿的是吧？怎么可能对长辈这么说话？我爸捏紧了拳头，就在我以为他依旧还是选择沉默的时候，他却看向大伯，语气坚定：我怎么教孩子不劳你费心，你还是看看怎么教自己的孩子吧。我有些惊讶，因为即便这几年我变得很有钱，我爸也从没有对这些亲戚这么硬气过。我妈握住我爸的手，眼里也有欣喜，我知道她是开心我爸终于选择振作起来了。饭桌上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僵硬，大伯强势惯了，哪里被人这么下过面子？关键那人还是他一直看不起的我爸。他当即就冷笑：好啊，沈文，既然你这么硬气，不如这顿饭就你请吧。这间餐厅是最大的餐厅，有钱人基本上应酬都会选择这里，一顿饭下来少则10几万。大伯为了面子确实下了不少功夫，他也笃定了我爸请不起。这时服务员过来上菜，我招呼他过来，跟他道：你去跟经理说一声，这边的消费等下记我账上。我这话一出，所有亲戚都愣了，随即就是一顿爆笑。沈志笑得直拍桌子：记你账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果然是没出过门的。这家餐厅可从来不赊账的。沈田靠在李志同的肩膀上，笑得花枝乱颤，笑死了。沈昭昭，你没钱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，别到时候害我们出不去这个门，被人笑话。我没理会他们，服务员朝我点点头：好的，沈小姐。说完就离开了。所有亲戚面面相觑，他们没想到服务员居然会答应我。李志同冷笑一声：沈昭昭，你可真是厚脸皮，为了面子居然还找人和你一起演戏，这一顿饭能抵你几年的工资了吧？这样吧，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这顿饭我请了。说完，沈田开心得恨不得粘在李志同身上。哇，宝宝你真大气，未来女婿这么给力。大伯刚刚丢掉的场子可算是找回来了。我耸耸肩，有人买单我也没必要做这个冤大头。酒过3巡，所有人都吃得差不多了。这时奶奶问沈田：小田找到工作了吗？沈田看了我一眼，得意道：奶奶，志同在万业集团当经理呢，他说了，等过完年就把我安排进去上班。这话一出，
饭桌上所有人都在恭喜沈田。万业集团作为上市公司，能进去的都是人才，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。可是沈田的学历只有高中，能进去可不就是光宗耀祖了吗？只是我笑了下，李志同居然进了我的公司，还当上了经理。我平时不会去管下面的事，所以并不知道李志同进了我的公司，则当着我的面走后门是吧？见我笑了，沈田脸上得意的表情一顿，紧接着就阴阳怪气道：“沈昭昭，你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？怎么在哪里上班啊？”“就是，你不是跟我女婿一个学校出来的吗？我女婿可是当上经理了，你不会还在哪个饭店刷碗吧？”沈田和大伯母的嘴脸如出一辙。我平时比较闲，我喝了口茶，突然觉得这次聚餐挺有趣的。所以说啊，有些人就是天生贱命，考得再好又有什么用？不还是连我女儿都比不上？大伯母又是一阵阴阳怪气。大伯嘲讽我爸：“沈文，看来你女儿读了大学也没什么用啊。沈昭昭，要不你求求我姐夫，让他在万业集团给你安排一个扫地的活。我听说在万业集团扫地一个月都有4000块呢。”沈志哈哈大笑，李志同被吹捧着，端起一张脸：“沈昭昭，你要是求我，我还真可以给你一份工作，这不比你在饭店洗碗要强。”到底是谁给他们的错觉，以为我只能在饭店洗碗的呢？我刚要回话，这个时候电话却响了起来，备注是可爱的小保安。沈通刚好站在我旁边，看到备注，噗的一声就笑了出来：“小保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沈昭昭，这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”他这话一出，所有亲戚都把目光看向了我。我没有理沈通，接起了电话。顾生，顾生是我男朋友，也是这家餐厅的老板。之所以给他备注可爱的小保安，是因为刚认识的时候，他谎称自己只是个保安。他知道我今天会在这里聚餐，打电话过来问问我情况。挂了电话，我对那些翘首以盼的亲戚道：“我男朋友等下会过来，爸爸妈妈已经见过顾生了。”听到他要过来，都很开心，反而是听到我说是男朋友的亲戚发出爆笑：“沈昭昭，你居然谈男朋友了，还是个小保安！沈昭昭，你离开我之后，怎么越活越回去了？”李志同嘲笑我，好像我离开他之后就只能找保安了一样。沈田娇笑连连，他居然还敢过来，哈哈哈！过来跟你们一起出丑的吗？大伯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得意：“昭昭，保安也挺好的，跟你挺般配的。”大伯母捂着嘴笑：“那可不是很配吗？保安配洗碗妹，哈哈哈！”爸爸妈妈想为我说话，我拦住他们，看向那些丑陋的嘴脸，我道：“如果我的男朋友不是保安呢？”“不可能！”沈通大叫：“我刚刚都看见备注了，就是小保安。”李志同勾唇：“沈昭昭，如果你男朋友不是小保安，我当场跟你道歉，而且这顿饭我会买单。”说完，他转头对大伯道：“我跟这家餐厅的老板很熟，到时候说不定还会给我们免单呢。”听到这句，我彻底没忍住，笑了。跟老板很熟，还免单？他多大的脸啊！你笑什么？李志同拍着桌子：“你如果真的认识老板，我不仅买单，我还付双倍的价钱，怎么样？我还是所有人，而你们全都要向我们道歉。”大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：“呵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姐夫，你真的认识老板啊？”沈志惊喜道：“不外乎他们会这么殷勤惊讶，因为谁都知道这家餐厅的老板可是个市的有钱人，他几乎垄断了是所有的餐饮业，听说还是哪家集团的少爷自己出来创业的呢。
这可不得赶紧巴结。沈志激动地搓手，他今年20多岁了，还没有找到一份正经的工作，要是能搭上顾生，前途无量啊！姐夫，要不你等下帮我引荐引荐。我看出李志同的笑有些牵强，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。没问题。这话一出，亲戚们都七嘴八舌的叫李志同帮忙，所有人都看向门口，等着看我的笑话。5分钟后，包间门被打开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。我看见沈田眼睛发亮，赶紧低头整理着装。他还是一样，看见帅哥就走不动道。顾生一眼就看到了我，刚要走过来，却见李志同一脸殷勤站了起来，小跑着就朝顾生走去。哎呦，顾总你怎么来了？他伸出手想要和顾生握手，顾生看着没有动。李志同有些尴尬，大伯站了起来问道：小童啊，这是？李志同一副得意的模样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这家餐厅的老板顾总。我没有错过沈田眼里的惊喜，而沈志则拼命给李志同使眼色。顾总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我还说过年去拜访您呢。李志同点头哈腰，哪里有刚刚趾高气昂的样子？顾生皱眉，我朝他笑了一下，他眼角才柔和下来。我来找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顾总居然有女朋友了，还是在这个包间里？李志同环顾四周，这里除了沈田，没有其他适龄的女孩了啊！突然，他怔住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难不成？顾生不理他，朝我这边走来。我拉住了他的手。顾生笑着跟我爸我妈打招呼。看见顾生进来，我爸的腰杆都挺直了不少。我心里有些发笑，看来我爸对这个女婿还挺满意的。看见这一幕，在场的亲戚都惊掉了下巴，大伯都有些磕磕巴巴的。沈文啊，这位是……我爸有些骄傲，这是我未来女婿。沈志惊的一下从位置上站了起来，椅子往后拖动了很大的声响。这怎么可能？沈昭昭，你不是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小保安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男朋友是小保安了？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的臆想吗？沈田眼里有着惊讶，我能看到他眼里的嫉妒，从小到大都是我有的，沈田他也必须要有。李志同磕磕巴巴，好半晌才反应过来。顾总，您还记得我吗？顾生声音冷冷的，不认识。李志同急了，顾总，我上次还去您公司拜访过您呢，只是当时您太忙了，没有跟我见过面。顾生已经明显不想理他了。我不是谁都见的，一句话直接让李志同尴尬得无地自容。沈通年纪小，直接把话说了出来。姐夫，你刚刚不还说你认识顾总吗？怎么现在顾总反而说不认识你了？这话一出，连带着大伯都尴尬了起来。毕竟李志同可一直以他的女婿自居的。李志同暗暗瞪了沈通一眼。顾生对我爸妈很有礼貌，叔叔阿姨，我那边还有点事，明天我再去您家拜访。他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所以他对我的这些亲戚也没有什么好脸色。顾生出去后，包间一片寂静，还是大伯打破了沉默。我说沈文啊，你认识这么一个大老板，怎么不早说？害我还费劲巴拉提前1个月预定。大伯的眼里有着责怪。我将手机放在了桌上，看一下李志同。刚刚是谁说输了就买单的？李志同被下了面子，有些恼怒。沈田直接指着我，不是我说，沈昭昭，既然你的男朋友是这里的老板，那你直接免单不就可以了？为什么还非得要我们买单呢？我就奇了怪了，刚刚不是他们非要跟我打赌的吗？怎么反而知道我是老板女朋友就开始道德绑架我了呢？果然，
他们一直都很不要脸，凭什么要给你们免单？愿赌服输。我淡淡道。二伯这时候拉着沈通过来，点头哈腰：四弟啊，以前是孩子不懂事，你别介意哈。除了大伯之外，很多亲戚都一改以往看不起我家的嘴脸，变得一脸殷勤。我不想理他们。以前一口一个穷鬼瘸子的时候，他们可没这么殷勤。我看向李志同，赶紧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有你老丈人一家，还得向我们一家道歉呢。我看向大伯，大伯气得脸早就红了，他站起来骂我：沈昭昭，我是长辈，你居然想让我向你道歉？大伯母牙尖嘴利，小兔崽子，别以为你绑上大款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想让老娘道歉，下辈子吧。奶奶更是当起了和事佬。昭昭，看在奶奶的面子上，算了吧。再说了，你男朋友不是老板吗？请家人吃饭，用不着买单，听听多么不要脸。我拉着我爸妈站起来，奶奶，您多大脸啊？我为什么要看您的面子？说完，我往外走，毕竟我不指望这种人能够跟我们道歉。这么说，不过是想看看他们被啪啪打脸的样子罢了。李志同认命去买单了，一家人出来，脸色都很不好，特别是李志同，一下子花完了1年的工资，他的心都在滴血。沈志觉得李志同骗了他，正闹着脾气，他走到我的宾利前，满脸不耐烦：你解锁啊，姐夫。我笑着按下了钥匙。沈志懵了：这车是你的？我开门让爸妈先进去，站在车子前。很奇怪吗？亲戚们都还没有。李志同掏出奔驰的钥匙，他旁边这辆车才是我的。那你一开始装什么逼？沈志口无遮拦，气得踢了李志同的车一脚。李志同脸色铁青。我想，如果不是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他应该会一脚踹过去。所有亲戚都还没走，看到这一幕，窃窃私语：我还真以为这豪车是他的呢，谁知道是辆破奔驰啊！这一家子装了一晚上逼，到头来反而被最穷的沈文家狠狠打脸了。不过这沈昭昭也是厉害啊，居然买得起这么贵的车，人家男朋友可是太子爷，别说1辆10辆都买得起。趁着人都还没走，我叫住了李志同，顺便给人事部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。紧接着我道：你不是说在万业上班吗？现在不是了，你失业了。我说完就上了车。李志同冷笑：沈昭昭，别以为你绑上了顾总就可以这么得意，我的工作是你可以决定的吗？沈田在一旁帮腔：就是沈昭昭，你逼还没装够呢。他们几个还想再说话，李志同的电话却响了起来。接完电话，他的脸色已肉眼可见的僵硬了。他不可置信看向我：你？我笑了下：不好意思啊，毕业后不小心当了个总，你的去留我还是能决定的。说完我就开车走了，只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亲戚。那件事之后，我爸妈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，无一例外都是些想来攀关系的亲戚。我叫爸妈统统把他们拉黑，一群见风就倒的亲戚没必要深交。这次回去聚餐，不过是想狠狠打下他们的脸，给我爸妈出气罢了。年后，我正常回公司，刚把车停在门口，却发现楼下围了很多人。也是这时，一个男人拨开人群朝我冲了过来。人群散开，我看到公司楼下是一条长长的红色横幅：万业公司无故辞退员工，万业公司老板劈腿。我挑了挑眉，看向朝我跑过来的李志同。李志同拿着喇叭大喊：大家快看，他就是万业的老板沈昭昭。这一嗓门让本来就在围观的人群瞬间对我指指点点。我靠，他就是老板啊，长得还挺好看的，
却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万业可是个大公司啊，怎么会干出这种事？还劈腿，作风不好。这样的公司居然能发展得这么好？我爸就是在他们公司工作的，年薪待遇挺好的呀，老板看着也挺好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有人谩骂，也有人发出质疑，但是人群中马上出现了一个声音：我就是他的亲戚，他说的都是事实。沈昭昭从小就不安分，而且他创办公司的钱都不知哪里来的呢，听说是傍上大款了，不然他家这么穷，哪里来的钱创办公司啊？饶是他特地全副武装站在人群里，还压低了声音，我还是听出了这人就是我那好堂姐沈田。好恶心啊，还傍大款！我以前还羡慕她一个女强人这么能干呢，原来是真的能干。这位大哥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。我还说大学毕业后，我就算挤破脑袋都要进万业公司的。这种公司谁敢去啊？万一哪天被辞退了都不知道呢。全是讨伐我的声音，我心中冷笑，我这堂姐是真见不得我好啊！见所有舆论风向都按照自己想的事态发展，李志同朝我得逞一笑：沈昭昭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保安很有眼色，递给我一个喇叭，我挑挑眉，紧接着放出一段录音。李志同略显青涩的声音通过喇叭传遍整个楼下：对，我就是劈腿了，怎么样？我李志同那么优秀，你连睡都不肯给我睡，我凭什么不可以劈腿？虽然过了几年，但是声音是没有多大变化的。我也庆幸自己当初保留了这段录音。人群的风向立马变了。我靠，劈腿的是他，还是因为人家不肯给他睡？说的这么理所当然，真恶心。还有，刚刚他的那个所谓的亲戚，也是这男的找来的托吧？人呢？我能看到沈田灰溜溜的跑了。李志同急了：就算我劈腿了又怎么样？这都多少年了，你怎么还揪着不放？还有，你无故辞退我不是事实吗？我冷笑一声：到底是谁揪着不放啊？我举起手机道：公司官方账号已经发布了我为什么解雇他的原因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说完，很多人都拿出手机查看。很快，有人惊呼：睡实习生，以权谋私，偷偷用公司的钱！我靠，这种人渣不辞退留来干嘛？他怎么好意思来这里闹的？所有人都在谴责李志同。李志同急得满头大汗，见情况不对，他转身就要跑。保安眼疾手快抓住了他。我赞赏地看了他一眼：加工资。我看向李志同：我已经报警了，律师函也很快就会发到你手上。说完，我不顾他的大喊大叫，转身进了公司。回到办公室，顾生打电话过来问我情况，我轻笑：你还信不过我吗？紧接着我道：顾生，有没有兴趣开一家超市？顾生的笑从手机那端传来。1个月后，大伯家超市旁边被收购，紧接着另一家超市开启，里面的东西更便宜更划算，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去消费。这架势摆明了就是要把大伯的超市给搞掉。大伯急得焦头烂额，却没有办法，只坚持了3个月，超市就倒闭了。大伯家花钱大手大脚惯了，压根没有存钱的习惯。超市一倒闭，他们没有了经济来源，生活一下变得很拮据。听说沈田被大伯逼着去打工，却因为没有学历，又嫌弃别的工作来钱慢，他只能去陪酒，每天喝得烂醉如泥。沈志则每天在家打游戏，不出去工作，一家人靠着沈田养着。至于李志同，挪用公款却无力偿还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他的事迹被挂在了网上，即便以后出来，
也没有哪个公司敢要他。爸爸妈妈每天都会去散步，偶尔还出去旅游，过得很滋润。爸爸更是恢复了极好的心态，不再自卑他的腿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窝在顾生怀里，看向外面的万家灯火。顾生，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做一首诗。什么？这年过得真爽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